得关注哟。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欢迎来到小熊塔罗占卜。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9月份的整体运势，包括我们的事业运、爱情运、工作运以及金钱运。我们今天用神谕卡来做选项牌组，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三组。再次声明，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占卜的内容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情况，请选择与你相对应的信息听取。那么，我们就根据神谕卡来选择一个你最有感情的一组。1、2、3，选好了吗？选好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占卜啦。Hello，这是选择第一组宝宝9月份的运势。我们看一下这张神谕卡 ，Compassion， 同情心。它的植物是一个 marshmallow， 然后你看到有一个手，然后中间有一颗心。这张牌感觉非常温柔，给我的感觉就是 You have the heart in your hand， 所以感觉，这一组这段期间可能需要。给予把你更多真实的感觉，感受表达出来，不要隐藏你的感受，因为你这段时间你可能你的 spiritual energy 会非常的 high，就是说你现在可能灵性能力很高，而且这段时间就是可能需要你更多的一些奉献吧。我们看这个神谕卡的 booklet， 它也是这样说的 ：Listen more than you talk, give more you take, and bend a little more than usual。就是跟你说，你这段时间要多听少说，多给予。就是相比你接收，你可能会要多付出，而且可能会需要，你会变得圆滑一点。也不是说委屈你自己，可能就是说，不要太锋芒毕露，这段时间不要斤斤计较，可能有些事情，会就是宽容一些。好啦，这个是这个神谕卡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我们9月份的一个具体信息吧。OK。Oh my goodness, 10 of challenges。这组宝宝现在我看到的一种感觉是，可能你现在正在一个 struggle，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要接近尾声了。这个接近尾声，并不是说你一个主观意愿让它结束的，不是一个说一个阶段的完成，可能是 something get into your way, you have to end it whatever you're working on， 或者是说你 facing a huge challenges，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现在就这个是你有一点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你觉得说之前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你现在是一个很灰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看一下这张牌。是 Five of Booms。如果在正常的塔罗牌里面呢，这张是钱币5的牌。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2个小孩子在 share 一个饼干。我感觉就是说，你即使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是有人愿意帮助你的。But you have to seek out for your help。因为我感觉你现在更多的来讲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更多的来讲，有人愿意帮助你，你也不想 reach out，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能量是这样的。我建议这组的话就是 whatever ended is ended，你可以找别人帮忙，这个人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或者是他能
感受到你的这种 feeling，you find someone，他即使不能给你实质的帮助，you can find someone to talk to，他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帮助与给予，至少能分担你现在的忧愁。我想说，如果事情不 work out，don't be stubborn，it's time to let it go。就是可能这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它不是说你坚持就会有结果的。那么你可能目前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一直坚持你就会看到结果的。可能一开始它这个方向就是不对的，就 let it go 好吗？当然了，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占卜的内容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信息或者是情况，你只是截取你所有感应的信息听取。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东西不符合你现在的情况，或者是你坚持觉得你做的东西是有希望的，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好吗？好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具体的。我们首先看一下这组宝宝在9月份的事业运程。在 beginning of the month， 大概前10天，我觉得你的事业运程是非常好的，你非常有掌控力，或者是说现在来讲，你其实感受不到的这个感觉，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感觉，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你现在觉得，如果是讲事业方面来讲，你现在觉得说你对你的事业或你现在手上做的项目会非常有把握的，因为它现在是有盈利的情况，或者是说。即使说你是在一段工作当中，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你现在是看不到这个人际关系出现矛盾的。你现在觉得说我非常 enjoy，会非常享受，是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说一切都很好，并没有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思想，就是享受你现在的，觉得一切都非常好，没有什么可让你困扰的在事业上，也自己有目标或者是小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金钱运目前来看也是不错的，那么就有前10天之内，从现在开始到你这个月的上半个月都是这样的，都不错。那么这个现在就说明了，那你可能就是会稍稍有些放松，但进入了自己的一个拉拉烂里面。那进入的你就会更多的是sit on whatever you are working on，就是 sit on the harvest，所以感觉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享受的阶段，可以放松的阶段，那你可能就放松了，可能说话也没有那么小心了。如果是在经营方面的来讲，自主创业的来讲，可能是你拿到了几个订单，觉得说我可以暂时的休息一下了，或者是说。在一些职场环境来讲，你觉得已经很松懈了，因为你觉得目前的状态不错，也没有一个防备心理，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继续想 want to do more 的一个心理，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我满足于我现在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事情很乐观，甚至于过于乐观。那么有可能在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小小的失望，有可能是这个。过于乐观引起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能量是这样的一个 tone，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尤其是在事业上面呢，我是这样感觉的啊。你可能你看，因为我们的事业它整个月份的运程啊，事业跟学业吧来讲，它是从上而往下的一个运程，所以说开端不错。那么到了结尾来讲，是会稍稍有一些失望的。还有一种情况，我看到了一个虎头蛇尾的情况，开始的会非常的好，但是慢慢的就有点放松了，因为它开始很好，所以到中间有点迷失了方向，那么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然之间的小的变化，让你看到这个女生。我感觉这两张牌它非常像有连接的，就这个女生她会非常开心嘛，就是也享受她的生活，享受她在丛林里面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即使周围下雨了，她都没有
就是很失望，就是非常乐观，觉得鱼也很开心。但是渐渐的，他在跑着跑着追逐，他手上的球就掉到了河里。所以这个球就代表了你可能现在 whatever you working on，就是你在事业上做的项目可能会出现一个被人横插一脚的情况。或者是中间遇到了一些困难，达不到你所理想的情况，但是不要担心好吗？这个是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一个过程。你看到了这个青蛙，它其实是在这里等着你。其实你这个球就算到里面也没关系，你只是小小的一个失落，可能这个青蛙有一个贵人会帮助你把这个球拿回去的。好，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 you have whatever happened， 你可能需要 seek for help。好，就在这里都连到一起了，可能所以这个整个的 tone set up 就是对事业上的 tone 来讲。我们再看一下对事业上这组宝宝有没有一个什么建议与指引牌，或者是说额外的信息。高塔牌，高塔牌，我感觉在这里面，它就是说，突然的，就是这个情况，这个球突然之间 drop 了一个情况，是一个非常 sudden 的一个 change， 或非常一个 unexpected 的 situation 出现了。那么结果来讲，对你影响不大的，因为你首先在这两张牌，虽然说你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吧，但是至少有人是可以帮助你的，在这里面你是有贵人的，好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有贵人的。那如果是创业或者是说做自媒体来讲的话，或者是说做创作的小伙伴来讲，那么这个月的情况是说，你一开始可能有一个想法，那么中间你可能画着画着就迷失了，就想法越来越多，多到后面就是有点无法收场了。但是你可能会如果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你的话，你还是可以收回来的。但是因为中间你会出现太多的选项，所以你可能是不知道会怎么收场。那么如果说是创业组的来讲，你对目前的情况过于乐观，其实月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预兆了，但是你没有看得到，因为这是中间已经下雨了，但是你整个人是过于乐观的，然后可能月底就出现了这个滑铁卢事件，但是没关系的啊，它影响不是很大，它只是会非常的突然的出现，让你有一点措手不及。但是至少这里面有个人会垫底，会帮助你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学业上面的，如果这组有在上学的小伙伴，这组有升学考试的话，考试可能一开始你的劲头是非常猛的，中间的话有拖延症犯了，过于乐观，因为前一段时间，前10天的学习状态会非常好，或者是之前已经感觉学得不错，那么中间你可能会放松下来出去玩。那么如果是月底考试的话，考试结果不一定理想啊，所以注意一点，不要松懈，好吗？如果是学生的小伙伴来讲，这一组千万不要松懈。要是如果自己感觉收不住了，可能需要别人来鞭策你一下，好吗？这个学业事业来讲，我看不到太多的其他的问题了。那如果说问财运的话，这一组现在来讲到前半个月财运是 OK 的。那么9月下旬的话，财运会就是有一个什么突发事件会影响到你的财运。那么更多的来讲是这个你自己导致的这个突发事件，可能是你的决策不慎导致的一个突发事件所以导致的财运不佳，所以如果你想在9月下半旬或者是投资的话，我不建议这组要投资有投资好吗？那么之前如果有长期投资打算9月底在什么做一些变化的话，建议你在上半旬前10天之内就把一些你要之前的股票啊、基金啊，如果在9月份有打算把它什么卖掉啊什么的，建议在前10天之内就要把它卖掉，这样的话会减少很多损失，还是有一部分收益的。
好了，这就是事业、学业信息，还有财运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一下感情，9月份选择第一组朋友们的情感运势。哇，Forest Lord。这一组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有可能这一组会有桃花运的出现，但是这个人呢来讲的话，可能是会比你成熟，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工作场合遇到了这个人啊。但是他的思想可能是比较理性的。那如果是男生朋友看到的话，那么这个女性来讲，她是会非常务实的一个女生。所以说，或者是说她已经有一些成就的女生，她的性格来讲是非常自律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给我感觉是比较成熟的女性能量。她可能不会太柔情似水，太多愁善感，是比较偏向理性，会 thinking 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目标明确的一个女生。那如果是女生来看，你找的这个男生，他是更多的是来讲是要找另一半的future spouse，不是找一个恋爱对象，是更多的非常明确自己另一半的条件，比如说他可能 ready to get into a long-term relationship，可能 leading to a marriage，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以恋爱。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一组小伙伴可能会 less focus。如果你还有一种单身的情况，就是你如果没有 ready to get into the relationship，就是你可能 less focus 在 love relationship，你可能会更多的是关注于你自身的一个工作、自身的发展，然后这一个月的来讲，你在情感上可能也没有 ready to be，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着急吧，进入一段关系这种情况。这组还有可能，如果是一个单身的情况，你有可能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情况哈。刚刚我说的是可能是30+，或者是说25+，ready to get into the relationship。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是像刚刚出社会啊，再年轻一点、年幼的一点的人的话来讲，这个月的话，你的情感运势可能是在旅行方面会有突然之间的遇到一个，不是非常 serious，更多的像玩伴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年纪在25+的话，你可能不管男生女生啊，尤其是女生，你会碰到年下恋情，就是姐弟恋的情况。那么如果是男生来讲的话，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但是你可能对他比较好奇。好吗？所以就是说，他会让你感觉非常有小孩子能量的一个人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 A spouse，我感觉这组宝宝，除非你是真的就是完全不想恋爱，但是如果你 open to a relationship，你在这个月是真的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恋情，或非常让你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甚至可以开始比较频繁的在一起，你是会非常对他很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很有感觉吧，让你又突然之间变得年轻了。那么如果是在一段稳定关系的时候呢，那上半个月来讲，你们的关系可能是比较稳定的，也跟之前没有太差，但是从就是10天之后，从你现在可能比较稳定来讲，也没有什么就是非常 routine 的你们在一起啊，约会啊，交往，可能在10号以后吧，你们可以开始就是双方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跟你们之前的交往模式不同的东西，可能会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尝试一个新的爱好，就会拉着你去，或者是其中一个人，想去一个短途旅行，这个会增加你们的感情，让你们就是之间会更热络一点。
那么就是吃苹果的能量也会比较强，好吗？这一组如果在一个稳定关系当中。那么如果说暧昧来讲的话，下旬有可能你们的暧昧关系会更热络，比起上旬。上旬我觉得就是可能是 on and off，那么下旬的话，你们会非常有 spark，就是电光火石，甚至会发生实际的身体接触哦，在下旬的时候，但是可能就是那种我也看不到一个 committed relationship，但是有可能会有 physical touch 在下旬的时候，这个是暧昧的一个情况。好了，这就是这组宝宝一个情感信息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突然间想到，如果你有一个暗恋的人的话，建议你在下旬的时候多尝试约他出去，或者是说要有告白的打算，也要在下旬去告白，因为上旬来讲，可能这个人的能量还是比较沉稳，没有什么，因为你们上旬互动可能不是很多，下旬的话慢慢开始有互动之后，告白的成功率在下旬会比较大，好吗？对，那就是这组宝宝的一个情感信息。那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与指引牌。Keeper of Challenges。OK， 在这里面我感觉的有一个情况突然之间想起来的，因为我刚才看到的这两个人，那如果单身的宝宝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你有可能遇到两个对象，一个是年纪比你长、事业有成的，一个是跟你玩的很好，然后之后年下比你小很多，可能比较有热情的一个能量，看看你要做一个选择，在这两个人之间。那么看你是想结婚还是想谈恋爱，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在的年龄段也不一样，所以说可能你要做出来这个选择。那么我看到了说这个年纪小的人的情感状态不是很稳定，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会更开心。但是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或者说更成熟的一个人的话，你们在一起更偏向于是对未来的计划跟未来的打算。至于情感上的热络程度，可能没有就是年纪小的或者是经验比较浅的人的那么的那个热情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年纪大一点或者是经验多一点的人，他就会变成熟，已经褪去了那种非常热络的感觉了，就这个是人之常情。当然啦，就是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在这个月的话，你可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在情感上，还有的那个，我刚才说表白的那个情况，刚才这张牌出现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至少有个60%-70%的可能性是表白成功的啊。暧昧的情况，我刚才说是身体上的接触，但有可能是60%-70%，你们也可以在一起，在下半旬的时候，好吗？我们再看一下对整体这一组能量有一个什么指引与建议哈。我感觉这组宝宝情感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的建议牌是 Three of Booms， 就是钱币3嘛，然后跟这个 Two of Challenges。可能你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看一看，因为它这个打击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镜子，突然之间出现在你面前。这个打击的出现呢，就是告诉你应该是时间停止了，你该想一想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是一个 warning sign，出现了，就是跟你说，你是时间该停止了。好吗？就是说，看看你之前的路，看看你自己真正的想要的东西，它肯定是过不去了。那么你要重新的计划自己下一步想要走的路，而且跟你说你不要放弃。而这3个人在这边做东西嘛，
那就是 teamwork。同时，它也出现在这里的这个钱币五，还有这个圣杯五都出现了。所以这一组，如果你遇到事业上的困难，尤其是在事业上的困难，或者是说在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它不仅仅限于事业哦，还有生活当中的困境的来讲，ask for help，someone will help you。不要担心，不要一个人坐在那里独自悲伤，好吗？这就是这一组9月份的一个整体能量。希望大家能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9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喜欢看我其他的占卜的话，请留言告诉我你想看的题目，我可以做相对应的占卜。再次声明，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占卜的内容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情况，请选择你相对应的信息听取。那么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like。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拜拜。Hello，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9月份的运势。我已经提前抽好牌了，那么就开始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神谕卡 Freedom。整体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鸟，这边有一个鸟笼，然后它已经打开了，所以说有一个新的 opportunity，you have to set yourself free， 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性。这个植物的名字叫 Margwort， 它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是艾蒿。这个艾蒿有驱邪的作用。还有一个，它是有非常强的疗愈的作用，所以这个月这个宝宝，你可能会疗愈一些之前的伤痛，在这个月可能会有一些贵人来帮你疗愈，或者是说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那么同时它有一个驱邪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的高我或者指导灵是在保护你的。是给你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它给我们的传达信息呢，就是说 step back and observe because you are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pathways to freedom you desire。他建议你呢，就是 meditation, divination, and visionary practice will help you find and explore major theme right now。所以他就是这里也说了，你现在的灵性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个时期他建议你要多冥想，你要多做那个视觉化练习，比如说你想manifest 就是想显化一些东西，那你要经常在冥想的时候用这个视觉化练习，就是想象你看到你成功的样子，在这个期间它会帮助你去显化的，好吗？还有他要给你的提示就是说呢 ，Remember what is right for others will not be necessarily right for you.Listen to your own heart。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对别人对的事情，对你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不要给自己太多限制，不要觉得说这个时间到了这个年龄段，大家都有了什么样的成就，所以我也要达成什么样的成就。不是的，成功的定义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做好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专注你想走的路，你就是成功的，好吗？好了，这是他给你神谕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一下9月份来讲，我们具体的一个信息。我们先看一下总体能量 ，Four of Pentacles。那么这一组宝宝跟我来讲说，你已经其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了，在这之前，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缺乏安全感。You hold very tight on what you have， 就是你要非常强烈的那种 possession， 就是控制，想要你的成就，你想控制一切你可以发生的事情。
就是稍稍的控制欲，在这个月它会变得比较强，可能是由于大环境，也有可能让你非常没有安全感，尤其在物质上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更多的是 saving for the rainy days，就是未雨绸缪嘛。但是我觉得说，可以不必。可以 saving 是好的事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financial 负责，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但是不要 over。这是给你一个建议牌，这是这个月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当然了，如果你想等一个 offer，你在这个月是可以 receive 到你的 offer 的，毕竟你是可以小小的有成就在事业跟金钱上。如果你过分的担心你什么财务的损失或者会过得不好，9月份的一个财务的状况，那就宇宙跟你说不必担心，OK，你的财务状况是没有问题的。Seven of Wands，我知道这组宝宝为什么会有这种缺乏安全感的感觉了，因为我感觉你可能周围目前有一些小人，或者是竞争会非常多，所以让你会非常不安，觉得自己只要一停下来，可能你手上的东西就会没有了，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停息下来。但是没有关系的，不要担心好吗？你只要 keep working on your stuff，你身边的那些小人是不会影响到你的。你最后即使有很多人反对你，你也会成功的。好吗？因为你看到你还是稳稳的坐在这顶上，这些人他不管在底下怎么戳你，你都不会掉下来的。你的担心没有，都因为你之前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被保护的牌，我感觉就是说你目前是被保护的，所以说即使有小人也不能会伤害到你。你现在的能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不必过分的担心。哇，再次证明了因为我当时抽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每一组打算都抽的是2张整体能量，但这一组这张牌就飞出来了，所以就是它飞得非常的远，直接跳到桌子上，我觉得这个就必须拿上来，所以这一组它是有3张那个建议整体能量的牌，所以这个就是 You will be your own boss。这一组的能量就是我感觉会非常的好，就是说你会做自己的主人了，你会能量会非常的强，你不用再担心，有人会把你破坏你会让你的经济状况不稳定。整个来讲，你的能量是一个递升的能量。我看到了原因，你这个不安全感产生的原因，但是你内心来讲，你内心的能量现在是非常强的，是非常坚定的。你内心有一个目标，你一定要完成。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会告诉你，你也可以完成，好吗？因为你现在是被保护的。这个是9月份的一个整体的能量，我感觉非常的好。就是首先你是非常保守的一个能量，然后慢慢的通过保守的能量，你开始 expand，就是增加，开始愿意去拼搏，放手一搏的感觉，那么你就取得了成功。所以我感觉这个能量是这个 ascending，就是递升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事业上面的信息，我们先看一下。Three of Cups，事业上，你与周围的人目前来讲相处是融洽的。如果是讲同事关系、合伙人来讲，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跟竞争，你们的关系是很和谐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你如果再找一个合伙人，这个月来讲，它更像是一个 mirror， 就是说，如果你自身的能量在这个月你要不保守的情况下，你要是自己能做到自己的主人，那你会找到一个跟你频率相等的合伙人。这个是这组的一个信息。而且我感觉这组可能这个月来讲，你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好。那么创业的人来讲，
你可能会结交一些同行业的伙伴，会帮助你建立一些人脉。这一组人，如果是做幕后的来讲，你这个月的话，可能通过跟朋友的聚会来放松自己，需要放松一个过程，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做创作的来讲，你会跟朋友之间的交谈啊、玩啊，或从朋友的相处之间会得到一些灵感。你这个月的灵感也会非常的强，好吗？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事业。我刚才说的话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上半个月的话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如果到了中旬的话，它是会有一些停滞的。即使你找到了这个人，如果继续就是说不能，可能会有几个大于1到2个合适的 candidate， 但是你们可能会花时间来了解对方，不会说有一个一拍即合的过程。所以这个月来讲，可能是认识这个合伙人比较关键的一个月份。但是具体的，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 ，Two of Wands。对，有可能这个月没有办法达成合作，或者是说这个月他会一开始可能是你觉得2、3个人都可以，但是到了月底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在一个人之间你就可能是 yes or no， 或者是 between two of them， 你要决定一个做你的合伙人，这是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过程。那么中间来讲，你可能需要停一停，不要 rush to a decision， 是这样的。而且我感觉是什么呢？要多交流。中间的话，你一定要花时间与他们多交流，多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感觉你很清楚你想要的什么东西了，但是你要，因为这个合伙人他是一个 mutual 的一个 connection 的关系，所以你可能要把你想要的东西多多也表达给别人一下，这样的话你也更容易去做一个未来的一个决定。那么如果是上班的情况来讲，这个月比较是 slow down 的一个月份，可能没有太多的project 或者是工作来讲，可能是你可能会更 focus 在生活方面吧，这个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讲了，你找合伙人。那么创业的来讲，这个月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合伙人，是这样，需要花时间，最后在月底的时候，可能是你做决定的关键。那么如果说创业的朋友来讲，这个月想开启一个 business， 建议你等一等，好吗？而且建议你这个 business 是要找一个合伙人一起开的，自己开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你的行动力说实话会稍稍差一点，你需要有一个人来 push 你 to the action。你也许是很好的，在你的强项应该是在规划这方面和管理这方面，你需要一个合伙人来做 execution， 具体的一个东西才能落实你这个创业的项目。那么如果说这组来讲金钱运的来讲，比较一般吧，这一组可能花销会大于你的实际收获的一个月份。那么如果之前你有一些有一些投资，这个月份的话，我也看不太多的进账。如果这个月你要想投资的话，建议你保守，好吗？可能是研究做 research 的一个月份，或者是找一些专业人士咨询的一个月份，不要在这个月出手，好吗？如果是学业来讲的话，我就直接说了，这个学业的小伙伴，你要有考试的话，你必须要非常的 focus，因为我感觉你可能前半个月都没有在学习啊，可能都会拖延症犯了吧，这一组前半个月。
那么到最后想冲一下，可能就冲不上去了，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无法下手了。所以如果有学习的小伙伴，你这个月的能量是比较停滞的，所以你既然知道这个情况，你从月初就要开始好好努力，抓紧复习，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不要再在月底的时候制定计划了哦，在月初的时候就要制定计划，有一些活动啊、聚会啊什么的，尽量可以避免。也可以，因为你还是 prioritize 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计划，好吗？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牌组啊，对于这个事业方面、财运方面的。对，这个的 Emperor，如果我刚刚说了啊，又印证了我刚才说那个创业的小伙伴，你是非常适合做管理层的，就是你还是需要找一个人来与你执行，因为你可能是这个 Emperor，是那个非常适合做 decision making、做 planning、strategic planning 的人。但不是做 actual work 的人，你需要找一个合伙人帮你 execute 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是在企业里面上班的来讲，你这个月跟人际关系，你可能跟老板的人际关系还不错。老板，你如果想做什么，老板会 back you up，是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说，我还有一个是做那已经是在一个 business running your own business 有停滞的情况，那么我就想说还是要自律一点。那么然后我刚才说的学习的信息就是一定要自律啦，因为这是一张自律的卡牌，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为之努力，好吗？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自律，因为我看到了学习的组牌的话，这组会有松懈的状态，金钱运平稳。平稳啊，如果是不需那个长线投资，你可以做，因为短期你看不到收获。如果你想做短期的 daily trading，你要非常的小心，你也可能就是持平吧，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收获，好吧？不会有太大的进账，可能有一些就是花一些时间，但是你可能赚的非常好，赚的非常非常少，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稳定的收入吧，没有什么意外的财，就是上班的话通过公司来赚钱，对，就是一个整体的能量了。还有一个是自媒体行业哈，这一组，如果你是在自媒体行业的话，你这上半个月你的观众缘是不错的，下半个月是会有停滞的，好吗？如果是上半个月发的视频的话，你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粉丝，或者是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赞助或广告。下半个月的时候是会差一点。好啦，这就是这第二组宝宝的一个整体的事业、财运跟工作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爱情的信息。High Priestess，这组还是我刚刚讲的灵性能力会非常的强。那么你出现了在感情当中，就是在感情当中你是可以一眼看穿对方的那种人，在感情当中很难有人能骗得到你。这是女祭司给我的一个能量，而且你是阴性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就是而且你闭着眼睛你看人的时候，你可能不是一个外貌协会，你更多的是注重两个人相处之间的感觉，这个是你注重的，是你们之间心与心的距离，你能感觉得到，你明显的能感觉到一个人好，一个人坏，你不会是那种自我欺骗的组群。有的人在感情当中就是为了自己喜欢，可能会愿意骗自己，对吧？即使你也知道这个人对你不是很好，但是你会找一些蛛丝马迹来骗自己。你是不会的，你在感情当中是很真实的，包括你对别人的感觉，你也会不掩饰，别人对你的感觉，你会一眼望穿。
但是你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想说的不掩饰是说，你不会欺骗他。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不会欺骗他，但是你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在感情当中，你属于更多的来讲是被动的。即使你挺喜欢的这个人，你很难表达出来，这个是你在情感当中的一个问题。过于被动，不是主动一类的。Knight of Cups 这组宝宝这个月啊，明显有桃花，人缘非常好。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一定会有桃花的啊，或者是说人缘运会好。不管是男生女生，你这个月都会有桃花，同性也好，异性也好，就是 whatever 你的 preference，就是对另一半的这个是不限性别的啊。而且这两张加一起，我感觉你们会遇到一个 twin flame。因为这一张是非常有灵性的牌，而且这个又是桃花，就是有点像 twin flame。你再看一眼 two of swords twin flame，更像 twin flame，不像一个 soulmate 的情况，因为有一个 two of swords，two of swords 的话来讲，就是有一些纠葛的能力在的。你看到你两张闭着眼睛的牌，然后又有乌鸦，然后又有一个花，所以我感觉这一组宝宝更多的来讲是一个 twin flame。twin flame 的出现是更多的是 teach you a lesson，doesn't necessary to go anywhere。有可能你们之后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来讲，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因果业力的课题需要解决的。这个是 twin flame 的一个能量，所以这个它出现了之后，会让你产生一个很纠葛的能量。这一组在这个月期间的感情，你真的是双生火焰会出现。双生火焰出现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未必能认得出来他。这个人他可能会认得出来你，但你不一定能认得出来他。可能这个月你们俩之间没有会明显的在一起，这个我指的更多的是单身的一种情况，不一定会在一起。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了，你们俩月中的时候关系会比较好，好吗？月初跟月尾的时候会差一点。好像月尾的时候会容易有一些争执吧，在月尾的时候注意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我看到的是，很强的一个暗恋的信息，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人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出你的想法，可能你明显的知道这个人不想接收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就因为你自己在情感当中有很强的敏感性很强嘛，你可能明显的知道这个人他不想接收你。那么不想接收你的这种情况呢，我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对，是这张牌，国王牌，他更注重的可能是事业 ，It's not the right time。可以把时间更专注于自己，好吗？这个也是让你专注于你自己。如果你明显的感觉到他不会接收你，那么你的感觉，我在这里跟你说，你的感觉是对的，好吗？所以这个牌就跟你说，你要把力量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就不要关注他了。你如果关注你的话，你有可能有新的机会，是一个新人的机会，这是一个信息。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暧昧关系、暧昧不明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月可能暂时也看不到结果，因为可能各自，你暧昧的那个人，他更多的来讲是更爱他自己一点，他也更有自己想关注的东西，不一定是说他有一个喜欢的人，但是他确实有自己可能更想关注于他的爱好。更想关注于他的事业，即使是暧昧，他并没有想走进一段关系。
好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情况。第二组宝宝一个爱情的一个情况。那么看一下还有什么宇宙给我的提点与建议呢？哇，The Empress。这组宝宝有人在备孕吗？备孕的话，这个月有可能有怀孕的迹象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息。还有就是你之前在，还有一个也是灵性能力很强啊，这个月你的创造能力会非常强，这个月创造力很强，想法比较多，这个月。你如果在计划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这个月可能会出一个非常好的 plan， 是这种情况的。而且如果是单身的宝宝，我刚刚说的那个暗恋别人的那一组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有在情感上暗恋别人的，你这个月要多打扮自己。你多打扮自己的话，你是会有桃花的，除他以外的。所以他告诉你，可能更多的是 focus 在你自己的事业与自己形象上，不管男生与女生也好，这个打扮不只限于女生啊，男生也可以要做身材管理啊，也要打扮自己啊，穿着至少要干净，好吧？我们再看一下 Nine of Cups。Nine of Cups，我不知道你在 manifesting 什么东西，有一些显化的东西。我刚刚第一张牌我们出了那个 Freedom 那张牌，那个艾草，就是说你现在能量是非常强的，灵性能量是非常强的。你的 Visionary 显化的东西，你或者之前你做的那个显化法则的训练，在这个月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好吗？在这个月有可能是实现的，所以说这个月是一个很好的能量信息。在事业上，如果你工作上是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 只是 nothing big，not nothing big gonna happen， 好吧，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情感上 ，Twin Flame 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如果遇到了，请告诉我好吗？我想知道你们9月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第二组宝宝9月份的一个整体信息了。如果喜欢我做其他主题的话，请给我留言。那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拜拜。Hello，我们来到了选择最后一组第3组宝宝9月份的一个整体运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Activation 行动力。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是马黛茶，它的发音是 Yerba Mate， 是一个西班牙来自北美的一个马黛茶，然后它是有咖啡因的，我不知道有些人喝没喝过它。那你看到它的齿轮，就代表了一个你需要运转运作，也是代表一个磨合吧。然后我看一下它的书是怎么说的，看一下第3组宝宝，我们正好也抽到了一个3，而且我觉得3是一张非常有创造力的牌，而且它是一个1和2生成3嘛，然后所以就是一张孕育的牌。那在这里他想说的就是 Now is the time to begin something new. Put plan into action or put more energy into a project or situation. You can do what it is you desire. Not everyone around you may not share your enthusiasm for a concept, idea, or the path you are undertaking or considering. But you shouldn't let that stop you. 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这个月份跟你说，你可以开展一个新的项目，你可以更投入在你的工作跟学习当中，但是你想做的事情不一定
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你也不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你只要专注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好吗？这一组宝宝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一个人，你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这个9月份就是你需要加一把劲，不要在乎大众对你的想法。Keep working on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或者是说你之前有一个计划，这个月你可以把它take into the action， 就开始你的一个新计划，或者你在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月你就要继续加一把劲儿。好的，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来讲这一组宝宝在9月份一个整体的能量状态，好吗？Five of Cups，Five of Cups， 这里边没有水嘛，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枯竭的状态，可能之前或者是你现在有一个枯竭的状态，你对某一些东西很失望，让我想起了刚刚的神谕卡，你可能喜欢的东西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但是刚才的神谕卡已经说了，你得不到大家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别人也会喜欢。你对某些东西有热情，不一定别人能理解到你的热情。你如果是对某一些东西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一定别人能 get 到你的点。你只要好好专注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就好了。这个月你要更多的是关注于自己，不要被周围的能量所影响。我感觉这个圣杯5更多的是你现在失去了水，就感觉比较像创造力的源泉，像情感的源泉。你在情感和创造力源泉的缺失，是因为你缺乏周围人的认可，但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坚持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可能不需要太多别人的认可，好吗？Knight of Sword，Knight of Sword 其实更多的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集中跟专注的力量，但它在这个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人，我们只看到了一只鸟站在一个宝剑上，宝剑是它的武器，就是说明你现在已经有了你的 skill， 那么你现在需要一个专注的力量来，就是 also 跟我们第一张牌非常像神谕卡，就是需要你的 manpower， 你的人力 put into the action。不要再想了，好吗？你想法很多了，已经。不要觉得说周围的人会影响你啊，不要觉得说你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啊，这些都不是你懈怠的借口，好吗？这是这个月宝宝的信息。还有这个的 Hindman， 这个出现的告诉我是说，你可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不需要别人太多的focus 在你的身上，反而你会比较自在。这个也是你默默投入跟努力的一个月份。但是我整个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这一个拖延的现象。这是一张延时卡，可能你之前做的东西没有出结果，现在这个月你就想把它放弃了，因为你觉得说很失望，对吧？你做的东西他做不出来结果，那么别人对你的东西也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那你想这个月放弃了，但是现在不是你放弃的时间，你要继续坚持，你只是走到了一半。很多的时候，我们成功只有最后那10%，别人才能看得见。你可能作为一个自媒体，你可能每天拍摄视频，每天拍摄，你可能前200天拍的视频都没有人看，但是你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你201天拍出来的视频就会爆点，就是一个爆点。它是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你现在是在积蓄能量的一个过程。9月份也是跟你说，你是在积蓄能量的过程，你需要的是更专注，而不是说因为之前的东西，不 work out 是要放弃的月份，这组能量是不要放弃的，你是要专注的一个能量，好吗？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事业上，我们先看一下事业 ，Page of Swords。
事业上的话，小小的 being recognized 是这种情况。在前上半个月的时候，你之前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人有一些认可，更多的不是大的表扬啊，只是说更多的是 orally 没有实质上的，可能更多的是口头的表扬。哎，比如说发一个邮件跟大家说，你参与了什么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做得很好啊，谢谢你的 support，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在等一个消息的来讲，前半个月不太容易出这个消息的结果，可能还在等待的一个过程，好吗？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Three of Cups， 我们第二组出现了 Three of Cups， 第三组换了一套牌，又出现了这张牌。那么如果你在职场上这个月你跟同事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还有一点我感觉说，这个 Three of Cups 给我不同的感觉，是一个庆功酒会，小小的庆祝你们成功，因为我感觉这个更像是一个 celebrate 的 event， 好吗？你们之前可能做的一些东西，在月中的时候会出一些成绩，大家会一起到一个地方去庆祝。我再看一下，如果说你在等待一个消息的话，月中的时候会比较出现，而且它是一个好消息，好吗？就是月中的时候会得到的消息，应该是会让你很开心的。那我们还看一下的话，就是这个月份你可能比较，在职场上来讲，我感觉是人缘是不错的，而且大家愿意给你伸向援手。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有人是愿意帮忙你的，好吗？你更容易被别人理解了。这个月，你之前不被别人理解，但这个月如果你在职场上的话，更容易被别人理解了。Judgment。transformation 的一个过程哈，judgment 如果这个月有人在这个月做年终的评审的话，whatever do you have done， 你这个月的话是在年终，你如果之前做的好，你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如果之前做的不好，你也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好吗？这个月我看到有一些人是会有年终评审吧，我们叫mid year review，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你等一个工作上的 offer 的话，是在月底的时候是有机会拿得到的，好吗？如果你在做其他的创业的来讲啊，创业的话，月中你可能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些 offer 出来，好吗？月底的话会有一些机会出来，但是是 up to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你要不要这个机会？创业的伙伴，但是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这个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这个机会能给你带来的是不是特大的一笔钱，就是一个非常只是机会变多，它钱量不是很大，好吗？如果是创业的来讲，那么如果是做创作来讲的话，下半旬你的思如泉涌啊，好吗？下半旬的思如泉涌，这个是整个的整体运势。如果财运的来讲，平平或者是比之前会稍微好一点，好不太多的啊，不会有什么巨大的财富在这个月，我没有看到这种巨大的财富的产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学习的小伙伴在月底的话是有所收获的。如果你之前有好好复习，你在月底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收获的，而且这个月来讲是你比较利于学习的一个月份。
如果你在等待一个 offer 的话，是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消息的。如果有在找工作的小伙伴，也是在月底的时候有希望。月初的时候可能是面的试，但是在月底的时候是有希望的。这就是这一组事业跟学业还有财运的整体信息哦。如果这一组宝宝如果说投资啊，投资我建议在月底的时候投，会有小小的收获，好吗？在月底的时候投资会有小小的收获。那么其他的来讲，我觉得这组还是可以的，事业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上半个月会稍稍的，比较享受一点，会比较开心。那么下半个月就是说你之前做的成果是一个非常好、淋漓尽致的体现。你之前有付出，它不一定是在这个月份的付出啊，它可能是很早很早几个月之前你有付出过。那么下半个月你就会得到相应的收获，那你没有付出也没有收获，就很公平的一个结果了，好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月的这组第三组小伙伴的爱情感情运势啊，命运之轮 Wheel of Fortune 啊，之前你如果感情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这个月的话是有所转变的。我们看一下，Six of Cups， 两种情况啊。之前你们如果是感情状态，在一段关系当中，你的感情状态有所停滞的话，那么这个月上半旬之后，在月中的时候，你们会回到最初的那种甜蜜的状态，大家更愿意分享，更愿意交流了。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在等待前任复合，这个月的月中，前任可能会回来找你的，好吗？过去的，如果这组宝宝是单身的话，你这个月想找对象，你可能会遇到之前的一个朋友，不一定说你们之间交往过啊，可能是你们之前就认识的一个情况。我现在感觉嗓子突然间有点紧，那么情感上我就建议这组宝宝在上半旬的时候注意沟通问题。如果你们俩在一段关系当中，好吗？那么暧昧的情况，我看一下，暧昧的情况结果是可以有结果的哈，有可能下半旬会有机会是可以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说回来的人的话，前任复合，如果是当初是因为第三者的话，你小心一点，你要这一点非常 specific to 第三组的人，你小心一点，他有没有跟这个人分手？有可能他们之间还是藕断丝连，他只是回来找，你要小心一下，是不是一个三角关系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了那我就是从月中。之前关系不是很稳定的话，在月中到下旬的时候，你们关系会很好，有可能甚至一起出去玩，出去一个远行的旅行，会更加促进你们的感情、情感的一个情况。那么单身的来讲，如果你遇到的是之前的一个人，这个月的话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要看一下，有可能。你有不止在月底的时候，你可能先出现是这样的啊，你可能会遇到不止一个人，你可能先出现的是之前的一个人，还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新人，所以说这个月的话，你可能出现不止一个桃花的一个情况，而且大家都是 going 非常 smoothly，就是相处的都不错，有可能继续相处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月适不适合做决定。Ace of Swords， 你可以想做决定啊，做决定的话是可以的。如果说有第三者的情况，在月底的时候，这个事情会浮出水面，这个人会浮出水面的，你会知道的啊。就是如果是前任复合出来了，当初是因为第三者，或者是有其他人导致你们分手的话，如果这个人没有藕断丝连，在月底的时候，你会看到真相的。你到时候要选择要不要选择继续接收这个人 ，is up to you。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关系，如果说那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哦，如果说你们一起
出去旅行的话，可能会谈的东西会比较 serious 一点，我感觉可能会对未来，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可能对未来会有一个规划，就是开始往那个结婚的那个方向更 serious 一点，不一定说这个月会订婚啊，但大家可能会谈及这个未来的事情，会讨论一下结婚相关事宜，是这样的，或者是说更 serious about your relationship。还有那个暧昧的关系，这个月月底的时候，真的有可能是会在一起的，你可能会被坚定的选择。那么如果是说你，来观看这一组的朋友们，你需要有不止一个追求者，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在你在月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人会更坚定。如果你两三个人都情况的时候，两三个人都对你有意思的情况下，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显的在月底的时候，你对其中的一个人会有一个坚定的选择，有可能你们在月底的时候会确立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这个是情感上面，我感觉这组的情感状态也是很好的。那我看一下你们 taking action 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事业上面了，因为你的事业方面都是享受啊，然后之前做的东西有所回报啊，可能就是 sit on whatever you've been working on，所以这个事业上面还是稍稍的缺少一点动力，好吗？这个月还是告诉你之前的那个 activation 可能是针对于事业上的，那么情感上的来讲，我感觉非常好，好吗？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额外的信息吧？King of Pentacles，King of Pentacles 在这里面，我感觉是什么的一个情况呢？这组宝宝有喜欢去赌场或者是去买一些彩票的吗？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收获哦，在这个月。它不一定是大的钱，但它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之前做得好，你的那个 mid year review 的时候，你有可能 get promoted，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是针对于其他的来讲，我觉得 King of Wands 如果是King of Pentacles，针对你个人来讲的话，你这个月可能我感觉感情上面比较顺利，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花在事业上，又是一张事业的牌，事业、工作、财运上面。这个月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感情以外的东西，好吧？Six of Swords，那么就是说这个月来讲，你的贵人运也是不错的。如果需要有帮助的话，是有人帮忙的。那么乘风破浪的话，我感觉这里面这个 Six of Swords 它有一种乘风破浪的力量，就是说，你还是要 activate 一点。就是你现在的东西它是有阻力的，我之前也看到了一开整个的有阻力的一个，尤其在事业上面有一些稍稍的停滞的感觉，你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那么你需要加一把劲儿。这个 activation card 出来了，就是你要加一把劲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组宝宝这个月是非常适合有旅行运的，因为有两张牌，不光是说你单身的或者在情感里面适合旅行，是 everyone 就是 look at this group， 你都有旅行运的，好吗？就是你这个小小的旅行之后，可能会让你 recharge 了之后，你有更多的动力去 focus on your stuff， 或者是说你小小的旅行，在这个期间你不接触人，你可能更会专注于你自己做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比较专注的，就是 get yourself back from the noisy world， 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好了，这就是第三组宝宝的一个整体信息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 like 我的频道。如果你们想看其他的相关的视频啊，或者是有 specific topic you want to know，just leave the comments behind in the comment box。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拜拜。